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部从
嘉义来的 W126-280E 的车子，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整个车身的部分车身的部分的整个维修过程。那我大哥所碰到的问题跟解决的方法，那我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 W123的车主有一个参考。那首先，因为这部车子从轮胎的使用年限，轮胎是2005的52周到今天2023年已经有18年了。那而且轮胎状况是很新。如果说我们加上5年的轮胎使用期限的话，那至少有13、14年。这部车子是没有开动的。那没有开动的车子，最碰到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引擎的问题，油箱的问题。油箱因为堵塞，可能会造成我们整个油路是完全 block 的，完全堵住了。那引擎的缸体基本上不会是有问题的，因为缸体它本身是密封的，而且它是金属的。那因为它里面有机油在保护着。一般来讲，长期使用，尤其像这部车子已经超过13、14年停牌的车子，缸体一般来讲都不是问题。那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油箱堵塞，供油系统堵塞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车子没有使用，没有行走，那整个4轮卡钳完全卡死。那大哥所碰到的问题呢，首先我们从轮胎方面我们从轮胎方面来说起。因为这部车子它的4个卡钳，基本上它应该跟 W126 的280 SEL 同年份然后卡钳应该是可以互换。那因为这部车子来的时候，它是用拖车拖到台北来专车花了1万多块，花了将近1万5。那但是还有个问题，你如何把这部车拖上车？因为它4个轮子都卡住了，所以费了很大的时间，从山上它停留的地方把它硬拖到拖车上，下拖车它还走不动，轮子卡住。那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就定位，才能够进行整修。那首先我讲卡钳的部分因为卡钳的部分4个卡钳全部分帮什么锁死？锁死当然是因为活塞卡住了。那大哥好不容易把后轮的活塞拆下来了，因为它这个活塞它跟我们126或者近代的活塞不太一样，它在拆修，活塞卡死在里头。拆修几乎很困难。无论如何，大哥是把后轮的卡钳是把它拆下来整修了，但是因为它修理包，它的保护防尘套都破损，修理包也是个大问题，找不到料，因为它已经40年了那前轮的伤脑筋了，前轮的分帮问题更大，它活塞根本拆不下来。那大哥只好找 W126 的，好不容易找到一组 W126 的280 SEL， 它规格是相同的规格相同，但是呢，问题又来了，它内组活塞根本拆不出来，那防尘套也破损了。那想了办法，无解。这引擎弄好了，你总要道路测试吧，总要让它走走看吧。那后来没办法了。大哥只好用 W126 的300 SEL 的卡钳分帮，可以用，规格也相同，但是问题又来了，它的轮胎因为它原车附的是14寸的14寸的框，14寸的框配 W126 的前分帮塞不下去，至少要15寸的框。那问题来了。
今天我们碰到，如果那势必好不容易用 W126的很棒，为什么？因为料还可以找得到，还能够找到二手的，好的分帮可以整修。那还有个优点，今天我们车子是还要再开20年，再开20年总会有消耗，会有磨损。那如果说假设我把 W126、W123的分帮把它整修完成了，那问题来了，那现在都找不到料了，20年之后呢，你的料到哪边找？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改成分帮，刹车分帮把它改成126了，那至少它还可以找得到料，而且状况还不错，还可以整修完成。所以大哥把前后分帮全部改成 W126了，那框就必须要解决了。那框呢，一定要用15寸了。那15寸它原来的框巴洛克式的14寸就不能用了。那不能用的时候，那框，因为车主在嘉义，我在台北。那在台北，你今天这个框，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大哥也不方便，没有办法替车主来做主。那所以说，只有2个选项。第一个像大哥把它改成15寸的框，那跟原车的14寸的框是很明显大小不一样。那所以大哥倒是就变成面临2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因为我们希望说在台北的资源比较丰富，那如果能够让车主省掉很多麻烦，我们让他能够一键到底一条龙把它弄好，那车主省事我们又能够把它处理得好，那也不用旁生枝节。那所以变成2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我们就用15寸的这个框，4个轮子全部用15寸的这个126的框那这个框让车主开回去之后呢，因为他必须要从台北开回到嘉义，然后呢，再选择有时间去选择他喜欢的框当然是要古典的复古式的框。那第2个选项就是大哥直接帮他找框，但是大哥觉得这样是很冒险的因为今天一个框花费不少框跟胎15寸的，或者是16寸的，当然17寸的大哥也不反对但是17寸的框要找到古典的框是很难的。其实以这个车子，以大哥的经验，你用17寸的框 OK 的，然后用17寸用45扁平比215或是225是 OK 的，但是有个缺点，17寸的你找不到古典的框那所以这个轮胎的部分就2个选项。所以大哥建议，倒不如我们花一点小钱，因为现在装在车上前轮4车的这个框胎皮胎框都 OK 的也不贵那因为它的原车的框跟胎原框是当然不合，胎呢已经15年了18年了你要跑回去跑上嘉义也是有风险。这部车我因为是临时牌，所以势必要在台北先把它的牌照先把它领出来，你才能够安心的开回嘉义那如果再来，我们希望车主能够减轻他的困扰，就是说他只要负责大哥的希望，就是说车主开回去安安心心的开20年，只要负责加油换机油那这部车子就很健康的陪着车主再走20年所以说目前呢大哥有整修的部分除了轮框的部分、分帮的部分，大哥已经解决了，用126的那以后在维修上面也不会缺料件。那在引擎室部分，我们看到大哥把引擎室
都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看到所有的橡皮件塑胶件大哥都能够上细油的，给它上油了，所以我们看起来是油亮，是油亮亮的。那保杆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它原来的保杆跟现在的保杆差别很大。其实大哥还没有做彻底的抛光，大哥只做初步的抛光而已。那至于说前脸的部分我们看到前脸的部分大哥换台制的水箱罩，因为品相好的二手原厂几乎大哥都找不到理想的。那用台制的那绝对是很新很漂亮，但就是说它会容易生锈，跟原厂比较的话，所以说它要常常擦拭，用120块钱一罐的水蜡，1个礼拜。电镀的部分一定要就擦过一次。那整个车身的部分，我们看到连它的保杆部分那所有的胶条的部分包含我们看到4个六角锁扣大哥都已经把它换新了所以说车内我大哥还没清洗，其他车内完全是还算新，当然是有旧的样子，但是还没有清洗。那至于说整个车内的部分大哥能够胶条的部分，比如说它这个隔音条，大哥能够，它隔音条状况是不错的那个宾士车，老宾士车就有这个优点，它没有环保材质。那所有的电镀条其实都维持得不错，大概只做初步的初步的擦亮，还没有做抛光。那整个车子大哥在前2天是第一次的洗车，10多年来第一次洗车，它漆面是很好的我看到是很漂亮的。大哥只洗车，然后上油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油渍漆面是非常完好的。轮胎在后面是14寸的车内的部分，因为大哥还没有整修车内还没有清洗啦，还没有清洗。那我希望说在交车之前大哥把室内请那个美容做一个清洗，那外表稍微打个蜡，让它能够初步恢复它的光彩。那车内的部分我大概来做个介绍。车内的部分，它这个整个安全现在都接触都不良送风也不正常。那它的那个档位开关档位开关是故障的，然后它是摇晃很严重，这个连杆橡皮要更换。那 P 档P 档是不发动 ，N 档发动，这是档位开关，大概还没换。那所有开关大概还要再拆下来再整修一遍。那所有的车内大概比如排挡头跟原来就差很多了大哥排挡头其实大哥并没有更换，其实大哥已经准备好了，应该要更换，因为他这脱皮脱得相当严重这脱皮脱得很严重，但这个排挡头就要更换掉，大哥已经准备好了。那方向盘大哥也准备好了仪表都正常那就是所有的开关大概要拆下来再做整修一遍，让它的整个运作正常。它的那个后灯还有牌照灯现在也是不亮的这个大哥这2天也要把它做一个牌照灯不亮大哥也要做一个检查，因为会面临在台北要验车领牌，你这个灯的部分也一定要把它处理好再来就是水箱水箱漏水我看到水箱是漏水还没处理，然后水箱喷头也喷不出来，雨刷也不对了，雨刷也该换了，电池也换新了这个电池都是换新的。那所以引擎的部分引擎测试等一下大哥在做另外一个专辑来介绍它这个引擎的运转顺畅度跟变速箱的状况。原则上它这部车子呢，因为它放车的环境不好啦但是它至少没有淋雨，因为它放在山上的别墅里面没有淋雨，所以说
因为水雾嘛，也会有雾气啊。锈整部车子倒是没什么锈，就是电镀的部分，因为都没有擦拭，没有保养哈。保杆难找到，那保杆呢，大概抛光，然后呢维持它这个样子应该是 OK 的。大灯啊，大灯中灯是不错的啊。然后大灯的高度是的那个投射角度也是很正确，大哥有调教过了。引擎盖海绵大哥准备好了，还没换。那其他的照后镜的部分啊，那这个就是一些细节的部分啊。大哥如果能够，希望是他能够漂亮的回娘家啊，回到他的真正的娘家啊，不是大哥这边的娘家。那因为车主他是第3代了哈，他跟我讲说他月底要车距，所以今天是22号了。大哥必须要，希望能够在这1-2天哦，能够让他很漂亮的把车开回去，很满意的把车开回去。引擎应该不是问题，那开回嘉义再回来台北哦，一日双塔应该都不是问题。等这个车身的介绍哦，大概到这里。那还有这变速箱油、引擎的机油大哥都更换过了。下个阶段，大哥再来介绍他引擎的整个运转的部分跟维修的过程。今天大哥这个部分到此结束了，拜拜。